对对了万大家大家晚安了，来 3、2、1，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直播了大家好哈，那这一周也就是惊心动魄的一周因为整个国际局势变得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复杂，所以我们今天直播就关注在几个重点上面就没有讲的太广泛了我们针对几个问题还有一些整个经济的状况，我们做一些演述。那么首先还讲一下那个千呼万唤，我们流年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但是很抱歉有点急就章开放报名了，但是里面的美观这设计没有做出来。就文字叙述不好意思因为那个真的是时间比较赶一点所以说呢，我就先把那个报名放上去了。那因为我们本来是应该在另外一个站报名的，但是我们还是用原来的。那这次报名老师跟各位特别去叮咛一下老师有多一个格子叫做什么人生背景，就是说呢，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你曾经以前你遗憾什么你想做什么有什么理念规划，那你把它写进去，那老师呢会看到你的人生，你对你自己的评价开始我才能够去给你做最好的一个判断。那另外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有四大运包含事业、财运、人际、感情，还有我们的健康。那么如果你有健康的一些隐疾，或是你有一些病史，你把它写进去，因为我们这一次老师在去做的时候就是会特别针对你的健康，我们去特别的给你一些建议。但是我要知道你过去的病史是不是？你方便就写吧，也没有强制啦。当然是这样，你越讲的详细，老师给你的帮助是越大。因为八字这东西是客体化的，你知道吗？客制化的。你跟我讲越多，我再越出来。那你什么都不讲，那我用猜的，那我猜的话，那不就可行嘛？嘿，我做这个版就希望能够帮到你嘛，对不对？还有就是那个婚姻状态，已婚、未婚、离异、丧偶的不要说老公对你不好你就写丧偶不要这样子你这个点不好好吗？金老师不要笑，你怎样？你想丧偶是不是？不好意思，今天头发有点像毛泽东，两边都扑出来。金老师在旁边一直笑。那所以说你就要讲清楚你现在出现状况，那我写的时候我就不用假设你结婚或者是未婚，好不好？这个也不要让我假设。所以说你写的越详细，老师判断的是越仔细这次老师在说明中有写了老师这次写了一个监督我自己的程式，就是呢我八字批批到最后，如果漏了什么，他会跳警告，对不对？有些东西批的不对，他还要跳警告。那就像帮我阅卷一样就找一个我写一个程式来监督我自己这个我光写这个我就花了将近说是7个月其实我花了快1年的时间去完成，让我自己对各位可以去写得更好这个我想了好几年了。那现在有这个技术就把它写了一个阅卷程式，我写完的东西他会检查一下，那提醒我什么地方你没算到，什么地方你没做到，然后我再写下去。所以说这个对我的好处我就不用一直翻书嘛，对不对？他就叮咛我你这个没写，那个没写，然后我就赶快把它补进去所以说这个流年不好意思过一阵子我们可能会把它美化一点，它报名页面也可能会换个网站报名，但是实际上各位你跟老师越交心，好不好？没有人看到，就我看到，你给我找我算命，他妈不跟我讲，那是怎样？看医生就跟医生讲，你猜看我什么病？靠腰都行吗？对不对？不行嘛，对不对？你要知道我这个想法好吗？我希望能够帮到你，我尽我的可能来帮到你，那不就好了吗？大家都是互相的嘛，对不对？好吗？这个流年这次报流年之后我们在所有东西准备完交案之前各位一定会觉得报这次流年绝对是对的，不只是你拿到，你只是你在使用它的过程之中会给各位一个福利，但是现在我不能讲但是那个方法你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老师可以在随时随地给你很好的一个帮忙，好吗？好，那工商就这样过了，好吧？我们就不去再太多时间讲工商。那实际上来讲，我们看一下这一周，这个最重要的事情还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在我们的中日之间。很多人就会问老师，到底两边会不会打仗？这个大家最需要去理解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等一下会稍微叙述一下。第二个就是说那个美国他去讲那个委内瑞拉，还有就是说乌克兰战场的事情怎么去做。这个也是在我们今天话题之间还有就是说你新经济起来之后，我们要怎么去应对，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主轴。那首先老师一直跟各位去讲一件事情不厌其烦的，我讲了大概2-3年的时间，我记忆中大概是2-3年的时间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跟各位去讲，你不要去玩那个虚拟币，你不要去做这个所谓比特币之类的东西因为我做这个行业，我虽然不是做比特币，我虽然也是算命师而已，但是我开过他妈网络公司，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开过网络公司的男人，那我在网络这一个行业我赚了不少钱都赔掉了，靠腰
对不对？我这个东西我是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说啊，一直跟各位讲，你不要去讲，叫刘月告诉你，你一定会出现某些的事情，所以是说你不要去买，不要去买，不要去买。但是我还是有听到各位跟我说啊，老师，不好意思，我真的后悔没有听你的，怎么样呢？前几天大爆仓这个事情，各位你知不知道？比特币大爆仓啊，对不对？哦，它直接跌破9万美元的关口啊，然后最低到89000元。各位你不要去想啊，它的差没多少。有些朋友你买的东西是今年买的，但是呢，它到10月到11月来讲，你一跌下去，你把你今年所有的涨幅，2025年涨幅都已经赔进去了。那这个就2个状况，如果你是今年2、3月买或者5、6月买的时候，那你一定是赔的，你知道吗？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开杠杆，就是比特币能开杠杆可以啊，我告诉你，比特币有期货，好不好？对，这个都是有的。所以你一开杠杆，那你这样一破下去，你血本无归。我告诉你，开杠杆不是什么问题。我告诉你，很多金融公司、投顾公司，甚至是投信，他们自己，比如说日本的一些做公司，他们杠杆开了100倍，对不对？美债开了100倍，他们就去做这些事情。这之前我们谈过的状况。但是我们是一般人，对不对？我们拿我们自己的血汗钱，然后来去玩这些事情。那这个你不要去做的事情，你偏要去做，你觉得你有眼光，我也觉得赞同。人一定要是什么，有自己的主见。但是博弈这种东西啊，并不是一件可以去那么冒险的事情。你可以很冒险的，你要去说我要去缅甸看看我的腰子会不会留着啊？我觉得可以，对不对？去柬埔寨，看看我会不会怎么样的打工，我会不会人消失了，是不是？你也可以。但是明知道这个是赌博的东西。比特币它没有产值，它没有法偿单位，然后你就是炒它，然后就觉得说我一定可以赚到钱，因为大家都在这个船上面，所以说呢这个船不会沉，因为大家都在上面。这个想法这个一直都是这样子去做的。但是呢，你今天看这样一爆仓就怎么样呢？就一大堆人，大概好像十几20万人就直接进行了大爆仓哦，等于是说你根本就是别人的割韭菜的东西。因为这个会爆啊，很多人就说啊，那是因为美联储要准备降息啊，或者是什么呢？或资金撤出啊，这些等等之类的，或者是你整个局势不稳，你到事后去解释它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够去否定比特币这些虚拟货币上面，它本质是不代表任何的经济体哦。那个美元或者是人民币或是台币，它背后都有所代表的经济体，那是什么？那就是他们的一个金融机制，还有他们自己的工业跟国内的经济是绑定的，对不对？所以说呢，很多国家像阿根廷，它没有工业，是不是没有什么工业？不是完全没有，是没有什么工业，对不对？所以它的币值就跟垃圾没什么两样，是不是？俄罗斯为什么它的通货膨胀会高，币值会上下起伏？那是因为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它只有军工产业，所以说它代表的币值就是它自己的石油啊，还有它自己的天然气矿藏，因为它俄罗斯啊元素周期表上面所有的东西在俄罗斯可以挖得到，这些东西就可以代表它的国力，对不对？但是比特币没有。比特币它既不代表土地，也不代表生产力，也不代表农业，也不代表人民的劳作力，什么都没代表，对不对？你阿萨还有条恒河可以代表，是不是？对，还有那个会怎么样的，永远不会被击落的光辉战机。为什么印度的光辉战机永远不会被击落？因为它都自己掉下来的，也不用击落它，都自己掉下来了。对，那个航展就自己掉下来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理解是说，你今天玩这个游戏，你能不能玩得起？你能不能去操作得了这件事情的存在？不行，那已经跟你讲了，你还要去做，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请各位啊，你要加紧的，你买一个黄金条块，10年之内保证你赚。你不要讲说啊，老师你之前买又跌了，像我损失了几十块钱，每一好是吧？他们好像每100克少了多少钱，还是每一克少多少钱？我说不要紧，你只要摆10年，无人不赚，任何人都会赚，没有不赚的事情。因为黄金绝对可以变现，你不要买首饰啊！你要不啊，我老师说要买这个黄金，就叫你老公去帮你买首饰，那个垃圾好不好？那个不要去想，你就去买你自己的金条金块，100%变现，对不对？要逃难你也得拿这个条子过去，是不是？所以说任何东西你要去明白，你买东西是为了什么？你可以买股票，那股票代表产业；你买了这个黄金，它代表它本身的一个金属价值。但是你买比特币，你买些虚拟货币，甚至你买稳定币，都不是你的选择。稳定币你直接买美元不就好了嘛？把它1比1啊，你直接除非你要洗钱，说稳定币没有什么投资价值，你知道吗？那你说你其他的东西，那你更不要去讲了，上上下下根本都是虚的，虚头巴脑的事情，好吗？接着再跟各位去提醒哈，乱世之间你不要找那个没有可以去赔的东西，这重要。好，那接下来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进入我们主题了，主题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中日战争。很多人说上个礼拜就很多的名嘴啊，或者是在一些的评论家都说，中日之间开始打仗了。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不这么认为啊，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打仗，各位打仗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谁打赢的问题吗？不是，是两边都会输啊，两边都会输，因为这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谁要得利？当然就是后面穿着日本去做这个极右派行动的人得利嘛，当然是我们的一个 America， 对不对？他得利，为什么？因为削弱了中国的势力啊，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把别人的士兵、别人的生命、别人的经济去消耗中国，这对于背后的这个渔翁得利，这个渔翁啊，它是有绝对的好事啊，这是绝对的好处。所以我们要去理解第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美国在这个中日发生一个局域的时候，他要做出什么事情呢？他就说，把台湾怎么样呢？让他们把特别的关系法提升一下，哦，让台湾参加更多的一些国际活动。其实啊，身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啊，我认为这个东西有没有对我们好处呢？我说真的，我感觉一点好处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个人我一个算命的，我一个个人退伍军人老头子来讲，那头发都一圈白，我要去染了，对不对？以我来讲，我觉得快速统一那是最好的。统一之后，我们享有对岸的这些军事实力，我们享有对岸的这些市场，我们享有对岸的这些阿兵哥的保护，我就白得的东西有什么不好呢？对不对？两边都是中国，我有什么差别嘛？对不对？但对我个人而言呢，我这个没有骨气的，蓝歪，对不对？那个没有血性的，的一个老头子啊，我说你尽快统一，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是既得利益方。你说我当时我去为了要去这个因应台海战争，对不对？台海危机，我直接去举手而去金马奖那边，我去戍守边疆，那是因为我们跟他是不同等级的啊，不同等级的，我们强他弱嘛，对不对？现在不是一样啊，现在薅羊毛的时间到了，你知道吗？薅羊毛的时间到了，对不对？白薅的东西啊，是不是？那不是多好了，对不对？我们台湾的学生还可以这统一了之后，你去中国那么多的学校可以去历练，那不是更好的东西吗？说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回到这个中日战争来讲，那日本会不会想办法跟中国打一仗呢？很多人认为高市早苗他把这些自卫队的这些将官啊，或者是一些所有一些激进派的人声音去放出来，就好像呢我得跟中国打一仗，而且呢他们首战即决战，打成福建舰，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当然是很大，对不对？最近老师也看到，虽然很忙，但是我还是要看到，就说他们把与那国岛啊，或与那国岛，还有其他的，还有冲绳的几个地方，对不对？当然那个所谓的那个西南方他有一枪声一响的时候，他要撤走岛上的10几万的居民，然后呢，把他们的所有的体育馆、学校、民房都来囤放所谓的什么飞弹啊、导弹之类的，或者反潜飞弹、爱国者之类的东西，或者海马斯等等之类的来去打好这个所谓日本国土的战争。那这个东西呢，讲是这么讲演习是人家的事情，对不对？实际上能够做得到嘛？当然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你做了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像与那国岛、冲绳这些地方，他们的基础建设是十分的落后。画面卡了，我画面有卡吗？画面卡了，好，等我一下。为什么画面会卡嘞？来，大家各位直接等老师一下有画面会卡，我换一个画面好了。今天这个画面容易会有卡的问题，好吗？来换一个画面。大家声音还在哈，老师换一个画面哈。这个画面也看不到啊，靠腰。各位现在有看到画面吗？没看到画面，哎呦，糟糕了！哎，我的笔电呢？笔电的画面也不出来，真的是这是麻烦哦。真的是要从容容、游刃有余了吗？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来不及了。各位老师重开启。Hello， Hello。大家好，有没有恢复正常了哈？这个赶快换一个。要恢复了没？赶快恢复了没？恢复了没？有没有恢复了？没有被和谐，我恢复了没？各位有没有看到恢复了？恢复跟我说一下哈，恢复跟我说一下哈。不好意思刚刚再来去吵这个几分钟，好吗？好了哈，来这个换了一个画面了，这个画面应该比较不好因为灯比较不够亮突然变黑了多，这叫原相机，人不，这个觉得很糟糕。OK， 好，那我们来继续我们刚才讲到了，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与那国岛与那国岛或这些东西其实
基本上来说他们的岛上的一个建设是比较差一点的。哎，金老师，你帮我把那个灯打开亮一点，遥控器那边往上按，不然的话脸已经够黑了。哦，所以说呢，在这个状况之下，在上面呢，遥控器在上面，然后灯帮我打开一点，不然我脸黑，大家看脸难过，好吧？靠近它一点。哦，所以在与那国岛他们那边还有冲绳地方，他们的建设其实是并不好的。比如说呢，像与那国岛那个地方，它其实就有一条公路而已。那么你就一条公路的状况来下，如果你把一些军备的东西把运到上面去，那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调度了。各位，你懂老师意思吗？他就没办法调度了。他没办法调度，他就只能够说在原地去发射。那一个军备它之所以现代化的军备跟过去2战或者1战所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你要有机动性。你打了就跑，打了就跑，你不像以前的坦克，然后那个很碾压式的一个往前开。德军可以这样那个俄罗斯也可以这样，那但是呢，现在不能这样，现在就是随时随地我到对的地方我就跑。为什么？因为现在天空都有卫星啊。你在有卫星的时候，你基本上你的一举动被人家发现之后，他就针对哪个地方打，因为每一个国家他们都自己都有无人机。就是好跟不好而已嘛，对不对？各自都有无人机。那有无人机的状况之下，那么你在个固定的地方，那你就是只有被摧毁的命运。就像乌克兰现在基本上它就是会变成是说你是一个被瞄准的地方，然后就被攻击了。老师变18铜人。来。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知道是说，日本他虽然有这个心要去防卫他自己，来跟中国似乎要打一场战争，但是实际上你能够打仗的状况基本上是很难、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你没有办法去跟中国打战争。那中国能不能够打赢日本呢？我告诉你，也不容易。很多人说中国现在兵精马壮，对不对？那个众志成城啊。那么你打一个日本，那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我告诉你，那还真他妈是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一个大战在过去下去，你光现在在海上漂那几艘中国军舰，你想打进日本，或者你想把日本打趴，我告诉你门都没有，那个是很现实的事情。当然，整体国力来讲，中国打赢日本那是完全刚刚的没问题，但是你说要他说那几艘在那边演习的军舰保不齐你也不过30-40艘，你就想把日本打趴，那个也是达不到的事情。你能够打赢日本的方法就很简单，你就只能去用一个什么覆盖攻击、饱和攻击。那么日本的海马斯或它的一个防御设施，基本上它就是防不住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个美国的军舰好像是福特号吧？它为什么要离开南海？为什么要跑走的地方？就是因为大标的，而且很容易被打到，而且对方中日战争一旦打起来，那么美国如果被拖进去，那么航母就是被摧毁的目标。因为东风导弹过去它就是成了命。所以说，无论是有福建舰也好，或者是有什么辽宁舰也好，你只要叫到海上出现，基本上你就很容易被打成，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你要怎么打赢日本呢？你就只能不断的饱和式攻击，不断的发导弹，不断的去发你所有的一些威吓性的，然后你才能够把人家军备打掉。日本小归小，它还有1亿人，好不好？它现在是1亿玉碎，但是讲归这样讲，那个是没有办法的那个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说，老师在流月里面就跟各位去讲，中日之间这个月打仗，11月打仗，基本上你就是什么，因为易碎不为瓦全。中国要把你自己至少10年以来的经济成长，在中日战争之中一次把它打掉。说10年都已经算是客气了15到20年的经济成长，你可能都在中日战争这一场里面，你把它大家都消耗掉。为什么？因为你的民力、物力，还有你的一些工业的一些贸易往来，很多东西都舍弃，那不是只有台面上那个拿大刀砍鬼子你就可以结束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2个大国之间要战争，他要的就是拼到你跟我其中一个人没有为止，这就是战争。为什么日军去侵华的时候为什么就要这样打？因为他就打到中国没有可生的力量。所以说呢，南京大屠杀或任何的一些大屠杀就很简单，对不对？日本将领也知道自己怎么样打都不过中国人多，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到一个杀一个，看到一个杀一个，杀到你没有人力资源为止。但是他没有想到中国人怎么他妈有够多这个省打完了还有下一个省来，对不对？他说他最后这个战争是失败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日本灭不了中国，中国也没有这么容易灭掉日本。一旦灭掉，它在亚洲就没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去使用。日本再怎么样它的精密工业其实也是不输台湾的，它精密工业应该说是比中华民国还来的强。这个是一个很确实的一个事情。很多中国所需要的原物料是必须通过日本去提供，但不限于我们之前讲过的光刻胶之类的。说中日要打仗，他们要打的就不是那种鱼死网破，就是说我凭一股民族的气氛那个新仇旧恨，我们就要进行一场大战争，然后呢来进行什么呢？那个什么人类补完计划，对不对？一次把大家都弄得没什么人了。
人口大量削减了，是不是？你派出你的 AVA， 那我派出我什么中国队长等等之类的，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真的要打状况之下，你最快啊，最快，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你要到兵戎相见了啊，到这个他互相威吓到底了，那你也得到1月啊，你得到1月才有这个概率在。那等1月以后了，不是说1月一定会，是1月以后，因为你12月去打，基本上美国不同意，因为他们的士兵要过圣诞节跟新年，美国也不同意。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双方的经济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我们知道，他双方的经济是没有准备好的。美国没有打算是说他去大力的驰援日本。日本本身它有多少的弹药、粮草、士兵、名器，还有医药等等之类的东西，它足不足够让他去打一场费时旷日的战争？那中国有没有呢？中国有，但是他要付出的就是你打下去，你全都是收不回来的。这一球打出去，那么就必须把日本彻底打趴。那哪怕他杀了上百万人，他都得把他打趴，因为这就是战争。没有战争是无慈悲的，各位你要去理解这件事情。战争是无慈悲的，没有什么立场好说的，你就是完蛋，你就是只能把你打到底为止。说这方面中日两国都没有准备好。那还有人去假设说一件事什么呢？不是逃出来，那是灯光的问题哈。那还有一件问题是什么呢？他就是说，那中国是不是可以让冲绳啊，或是琉球这地方独立？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迫使日本来去进行了这个对中国的战争？那我说一个实在的事情好吗？之前我们讲到这么多的，比如说联合国的一些代管计划啊，或什么样的状况，中国想要操作让琉球去复国，让台湾有一些媒体啊，中什么天的之类的啊，他们就讲得很煞有其事。但实际上来讲，这个是办不到的事情啊。老师知道有些人就比较偏蓝嘛，有时看一些某天的，那个其实不是，有时候我们要有智慧去判断是非啦，因为它跟另外一个颜色相对颜色的都一样。那个语不惊人死不休啊，只是你喜欢他的言论，你就觉得他应该比较中立，没有，都没有中立。媒体讲中立啊，就跟短视频讲中立，讲那个干货一样，那是没屁用的啊。我们都是要讲一些猛料，大家才会愿意看嘛，对不对？所以说那个琉球复国基本上是无望的，是不可能达到的一个事情，因为美国不同意。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美国不同意，那你什么都没讲，因为上面有他们的美军基地，美国不同意，那么这些东西它就不可能会成立，因为美国也是战胜国啊，对不对？战胜国不是只有中国啊，是不是？那既然美国把这个管理权移交给日本，那日本就可以继续在上面，除非美国说啊好，那我移交的任务结束了，那现在来由联合国开会来去成立这件事情，然后来去让琉球要复国，这个事情美国不会去干。为什么你得罪日本干什么？对不对？日本现在这么好用，为什么你要得罪他呢？就没有这个必要。所以琉球基本上复国是不可能的啊！我敢说，30年之内我们看不到琉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什么？因为琉球本身你也只是拿来恶心日本而已。我们很明白一件事情，拿来恶心日本。有人说啊，老师那不对啊，那个高市早苗的话是这个月说的，然后呢，那琉球是上个月的问题，那你怎么会去恶心日本呢？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啦。这世界上所有你看到外交所发生的事情啊，都是计划好的你要灵机一动啊，那个蠢人的灵机一动啊，他也是经过是说，他有这样的想法，他准备灵机一动，我来干这些事情。他干这些事情的时候，那身边一定会有一些情报人员啊，不要说是什么间谍啦，就简单一点，就间谍无所不在。你不要说哪个国家了，美国 FBI 是不是，对不对？或是他们 CIA 啊，或者是各地方都有情治人员，比如中国的吴石，对不对？潜进来台湾啊，当我们的匪谍，对不对？你讲的再好听，他还是匪谍，好不好？这个还是匪谍，哪一天统一了，我就不能讲他匪谍了。但事实上，吴石将军他是匪谍嘛，对不对？出卖我们舟山岛的一些机密，去卖给共产党嘛，那当然他就是匪谍，没这个很正常，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地方。所以说这个事情一传出来，那么当然中国也会知道，中国知道那这样我就来恶心你嘛，对不对？我就让我要求复国嘛，那复国有没有可能？复国前提是大家会参与这件事情，那你的复国才有望。但是琉球1没有，2没有什么精密工业，3他也没钱，什么都没有的，就只有几万人的一个小岛子。那么你告诉我，有人就会对他有意思，要帮他复国吗？这个有可能的事情吗？没有利益的事情我们不去做。所以说这琉球复国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讲到这个，我们就额外插花一下。然后为什么像这个现在我们美国跟委内瑞拉会有这个问题呢？就跟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是一样的。我们等一下讲到委内瑞拉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页岩油，他已经发现它一定是开采到一个极限了，所以说他回头去找到其他的原油来做进口。
对不对？那你这个东西你不能临时抱佛脚啊，你要趁早去找到你原油的一个进口国啊。那是谁？长短大小刚好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世界上产油库存油最多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我们在6年前的特别节目里面就讲过了，委内瑞拉是世界上产有重油最多的国家，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会提炼嘛，啊，所以说他们就只能够出口到美国，让美国把它给化掉，提炼出来。所以但琉球没有这个条件啊。琉球三不管地带，你管我我还嫌恶心呢。对，你把你复国，那我是不是要跟你建交？我跟你建交，那我是不是要给你要来借钱？那你要发行货币什么东西的？好啊，你都发行没问题啊。但是你的岛子上有什么东西给我们有好处的？国家之间呢，不跟你讲道义，是跟你讲好处的。琉球没有好处，所以琉球复国基本上就不可能啊，就不可能。所以说这个所有在2战之后啊，日本只持有4岛。我就是这个北海道啊，还有九州北海道，还有什么4国，还有个什么呢？还有什么东西我就忘记在哪里啊？那个日本朋友你们自己讲。就这4个地方，冲绳在不在内？冲绳也不在内，冲绳也不在内。所以说这些的状况之下，日本如果真的弄出来，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那个帝王蟹，然后它的那个爪子都被砍掉，它就只剩下那个小小的地方。那就没有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搞了啊，那就完全没有去搞了。所以说啊，各位你要去记得一件事情啊，战争你要打起来不容易。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中日之间难道就是无功而返吗？难道高市长就可以得逞吗？我告诉你不会，我告诉你不会。为什么？因为中国采取的策略啊，他要想的事情啊，绝对比有一个算命的来得多。我一个算命的知道，你打仗起来，你要把你自己的经济生产赔掉，而且你所有的一些稀有的进口的东西你也拿不到。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只赢了一口气，那我什么都没有。对不对？那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老婆抓那个老公出轨有小三，然后呢，就为了展现自己的一个高风亮节，我选择净身出户，成全你，这行不行？对不对？那一个人成全好过3个人的纠结嘛，是不是？有可能吗？不可能嘛，对不对？这怎么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中国会用民族主义去打日本啊，这个状况是不会有。那怎么样让日本完蛋呢？就很简单，第一个，日本观光业里面30%是中国的份额。就这么很简单的事情，这一件事情就完蛋了。各位要去记得，我们台湾啊，我们的物价还有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困苦的时间啊，它不是一朝一夕所导成的。它真正的要让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经济啊开始进入低迷的起点，就是两岸旅游结冻啊，好像蔡英文吧那个时候呢，两岸之间呢就没有什么旅游了。所以当马英九的那个时期啊，所以老师那时候公司开在士林，对不对？我们是百灵高中那边的，每一天晚上一车一车的那个大陆同胞啊来这边逛街，都是盘子，载一大堆盘子过来，怎么样呢？去吃那边的东西。士林不是没好吃的啦，我说真的是有好吃的，但那个时期没有了那个时期都是坑盘子的，对不对？但是呢，那个时期台湾的旅游那么旺盛，陆客来了这么多，是不是？那我们去哪里都要塞车，但是台湾经济很好，为什么？因为我做什么都有生意可以赚。因为我的观光好了，所以是说呢，我卖件南北杂货，我是不是就有了，对不对？那我去做这些原物料，我也有了。就像老师之前在那边开公司，是不是？我明明就是从中国进口来的东西，但是他们要来我店里买中国进口的，我说这个东西是你们进来的，不要买。他说没有，他从台湾带回去就是不一样。那个事情有没有趣？就是有趣啊。但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日本也是一样。然后日本有30%的这个旅游的份额是由中国过去的。那么你少这30%，那么你连带的就不是观光业，你连带的就是刚刚讲到南北杂货、生活用品、各个原物料等等等等之类的东西，你就失去了整个产业链的经济供应。那你没有活水加进来，那么请问一下，你拿什么去发展你自己？你拿什么去推动你的内循环经济呢？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啊，日本它是一个类似幕府的国家，到现在还像是幕府的国家。你以为它不是？没有，它基本上也是幕府的国家。为什么？日本的幕府谁管理日本？各位一个基本的历史应该有吧？日本的幕府时期，3大幕府，什么镰仓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幕府。幕府它是由天皇做中央，万世一系，尊贵不可冒犯。但是，政治权力在大将军手上。要记得吗？那么现在日本天皇还有实权吗？没有，权力在谁？首相身上，是不是另外一种的幕府状态？所以日本它现在还是幕府，由别人说了算，别人来决定天皇你要不要好好的过。所以说我们要去明白整个世界上它换汤不换药，你只是这一个戏码唱罢，你下一个戏班上来唱而已。到最后它还是封建时期，你就拿出来日本那些众议院里面有几个不是过去的大名呢？都是过去的大名，都是那些政治势力在那什么高仓家什么都在里面，
对不对？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没有这些活水了，他没有办法去好好去经营他自己的一个需求，因为说农业，日本农业水产品被中国禁售了，被中国禁售了。然后呢，那你现在牛肉商谈也有产生问题，那以后你河流卖给谁？那接下来还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如果中国他去怎么样对日本进口的汽车课征关税，或者是呢逐批审验，各位你要去知道，日本啊，它对于中国的汽车市场仰赖很多啊，它有日产汽车，有 Toyota 汽车，各种汽车在中国其实是蛮受欢迎的。那现在如果中国用一个技术性的手段，我也不要说禁止你进口，我也不要说你课你高关税，我就一些行政的方法让你进不来，还让你卡关，缺这个文件，明天缺那个文件，对不对？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正常进口，那么你的车就只能停在港口，你只能停在港口怎么办呢？你就只能收那个留置费，对不对？那这个东西高不高不一定，但是你车得放在那边日晒雨淋，这个伎俩美国常用嘛，对不对？这个欧洲也常用嘛，欧洲对中国也用这一招，那美国对世界各地都用这一招，因为你缺少文件嘛，对吧？我就来去搞你一下。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可以对日本用的牌是很多的，它就一点一点瓦解你抵抗的意志，就足够了。各位你要去理解，这个整个世界上它并不需要你这个刀啊、枪啊、棍棒啊飞过去，那个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中国只要把你围困，我以拖代变，我就拖着，我军舰我就留在那些地方，不断的换防，不断的放补给舰，不断的换防，我不断的演习巡航，我就在那个地方。那你因为我们现在的关系不好嘛，所以我做这件事情也没所谓。那么你不就给了中国海军练兵的机会吗？有本事你打我呀，对不对？你也不敢打，那你就只能让我练兵。那么你这个海军巡航等等一切的事情就越来越顺利，然后再饿死你，饿到你经济开始凋敝，饿到你开始没有办法去取得你所要的原物料。日本很多东西也是非常仰赖中国进口的，各位去明白，不是他们不仰赖中国，日本仰赖中国是非常深，只是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也不容小觑。但是伤筋动骨，就只要让你庶民经济过不下去，你自然民心就开始背离。因为现在还没饿嘛，大家一定是这个气势高昂，所以你这个月打仗，两边已经打得不可开交，日本一定会有一些勇士，是不是架着钢弹，对不对？一开 fire 路就给你打出去啊！好久以前的搞通，大家应该不知道了，对不对？阿姆罗就站他的一个 V 钢弹去跟你打起来了，对不对？现在不行就只能饿死你，就一直饿到你经济凋敝。所以说，日本将会以可以去理解，而且将近可能在半年之内，你就会感觉到日本的经济是极快速的往下流淌过去。因为这件事情告诉大家，即使下去，你新的首相上来，你得卑躬屈膝。那么你对中国卑躬屈膝，那你在日本你也不用混了。他们也还是认为二战他们是被美国打趴的，对不对？他们认为，百姓都这么认为，但实际上不是嘛，是不是？但是呢，他被日本假设被美国打趴，他服美国可以，但是我不服中国，因为呢，3月亡华没达成，至少我熬了8年嘛，对不对？8年抗战，是不是？总共加起来10几年，我也熬过去了。他不服，但是熬到后面，当你抵抗的意志、生活的意志都瓦解了，那么你就完蛋了。所以在日本的朋友，你要特别注意，日子会非常的难过。中国去制裁日本，它会有精准打击，它并不需要给你大声的呵斥什么事情。而老师最担心就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有一点就是在驻日的中国大使，他如果就是想要搞事，我就晚上出去散步，我不带几个保镖，我就带2、3个保镖，我就去外面散步，结果被日本极有一点的抓起来打了一顿，还不小心打死了。那么中日之间没有什么好说，那你就得来一场硬的。那你说那个大使有这么笨吗？我有时候如果牺牲他一个，他就觉得可以报仇国仇家恨。我告诉你，这个大概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什么问题的。当然不会，因为他们是党职，就他们有党机器再去安排他的一个出行。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很多事情他一触即发，但是每一个人都投鼠忌器。中国也知道，我现在打日本对我好处在哪里？没有好处嘛。我除了打给让美国爽之外，我什么都没有好处，什么都没有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他只能喊大声，我坚持不退让，凝聚国际的意识，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去操作琉球的议题，反正他也不会成功。然后我就按照这个人的名气，按照这样的状况，我让你日本的资源
不好卖到中国，中国的资源减少进入日本，那么我们就拖到你等不起，你自然而然你就只能够怎么样了？你就只能够想办法去做出更多的让步。那首先他最需要的就是放弃台湾。那他只要一放弃台湾，对不起，我们不用去想什么问题了，我们投降最快，好不好？我就觉得我们现在按照推背图的演绎方法，我们就直接把球递出去，我们就直接投降是最快的，投降就没事了，对不对？你说日本人这会派军舰来，然后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派军舰过来，现在可能会可能会出来就可能被吓回去了。但是实际上你真打起来，他们经得起几艘战舰的损失。我们去想一件事情，日本经得起几艘战舰的损失，经得起几艘飞机被打下来。如果他承受不了，没有快速制造能力，记得老师讲的，日本经得起几艘飞机被打下来，还有几艘战舰的失去。他们是战败国，他们只有他们的拿到的军备都不是顶尖的都有被限缩那个油箱的。打一架少一架，打两架少一双，他没有后续战斗的能力。日本没有后续战斗的能力，你只要中国一次饱和攻击，他后面基本上你别打了，就别打了。但是这个两国交恶，那就是长期的亚洲经济的一个大恐慌，那大家都输，每个人都输，那美国赚了，对不对？因为大家都要避险，那就要跑去买美元，要避险嘛。中国陷入战争了，我干嘛拿人民币啊？对不对？我当然买美元了，那美元重要性是不是起来了？是不是？不可以买 ICE， 是不是这样？那懂哈，老师跟懂老师这个意思好吗？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爱国网红什么大陆的多份复杂力挺提醒怎么搅局中国。其实我觉得整个市面上整个市面上大家都去炒这个中日的议题其实你只要打起来，我觉得都是挺难的。我到底有没有拿这个？哎呦，这个是挺难的事情，好吗？这个都是挺难的事情，是不容易可以打起来的。这个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在日本的朋友，我就觉得能的话你要给自己找备胎你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入在是说你必须在日本去坚持下去，因为你会完蛋你真的会完蛋。那个日本的经济没有救的，没有救的，没有救的，真心没有救的。你看南韩就变得韩中日，他就想趁这个机会把你日本打垮下来。你现在你跟他交恶，那是敌人的敌人就是你的朋友。韩国人会做这个，敌人敌人就是朋友。那我不趁机抱中国大腿，我不趁机把我的韩国商品弄进去，我不趁机去抢日本半导体的份额，我等什么时候？等你中国研发出来吗？是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整个亚洲势力就会随着选边站，日本会陷入到漩涡里面。那韩国会不会就好？中国也不是笨蛋，韩国想干什么？我知道，给你点甜头，但是呢？整个趋势，中国要的就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因为超限战这三个字各位可能在2000年以前有听过不是2000个年以前是公元2000年以前有听过超限战这个学说。那么这个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吗？好。那我们去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这个事情很多人说老师，那是不是世界也要造成了另外一个战场，就是美国打委内瑞拉，然后嘞就是想要去抢它的石油，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事情其实美国自己也知道，他现在要去打委内瑞拉，他也鞭长莫及赢是一定会赢的，这个打包票。美国打委内瑞拉赢那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因为完全是差了2-3代的这实力，你是单纯的技术性碾压，我就靠火力，我一抵10是没有问题的美国他一个士兵换10个委内瑞拉的士兵，那是绝对没有问题。我不是看不起委内瑞拉的百姓，而是你军备的这个精密度，一个士兵上面包的东西你都到10万美元了，一个是美国士兵除了他军服自己买之外其他东西国家发的这些高科技设备一个人身上大概就要10万块美金了，是不是？这么强大的装备，他怎么会怕你呢？你这个民兵，你再能打，你也不过就是肉体凡胎。但美国不一样，高科技战争我一定会赢。问题就在这里，在委内瑞拉那边的战场上面，美军大概2万到3万人在那边准备要去动手，2-3万人，但是问题就是在委内瑞拉，他准备100万的民兵，我给你耗着，100万的民兵给你耗着，然后10万的正规军在那边准备，总共有100多万的人等你进来，我跟你打一个阿富汗战争，我就跟你拖，你没办法完全占领我，我也不会放弃跟你打游击。那么这样战打下去，美国可不可以得到优势呢？不行的，因为不要说这么远就光你运补这些美国士兵上战场这件事情对于美国现在
此时此刻，政党的这些攻防的时间里面，任何一个要把美军士兵的尸体丢在委内瑞拉上面的任何举动，都不会有政权保存下去。因为现在中国它这边如果已经开始有一些争议在，美国如果把自己陷入战场，那他完全他就面临到很多地方的一些开战，对他来讲是绝对坏的事情。所以他只能停在那边，看委内瑞拉能不能下一下自己投降。但是目前为止，马杜罗他是没有这个打算。我就坚持到这个地方，有本事呢你就打进来，没本事呢你就那边待着。所以说美国就只能去打几艘号称是毒枭的这些船，那是不是毒枭的我不知道，我也不在船上，我也不在无人机操纵员上面，我不知道。但总而言之，美国要去攻陷委内瑞拉，那么他就要打一场10年战争的准备。不要说10年了，光打个3-5年，美国元气大伤，川普也得下台。那么这场仗打起来，你要得到什么？得到委内瑞拉的石油吗？它的石油还是一句话，你得把它抽出来，运到美国去把它提炼。美国是有能力提炼重油的，美国不能够提炼的是那个什么页岩油它本身的这些轻质原油，但是重油是美国的强项，它是有能力去推的。但问题就是现在油价也不好，过去美国需要委内瑞拉，那是一个油价在每桶100元美元以上，那现在呢，你就那几十块，那你抽出来再运过去，我划不来。那么怎么办呢？我就拖着吧，那只是预备着啊，看能不能让那个地方听话，以后我要原油的时候你可以好说一点，或者我直接抽了就走啊，只能这样子讲。就实际上他能够做的事情其实是不多的啊，其实是不多的。所以我们要去看这个战争上面呢，他没有办法再去更进一步。那么同时的状况之下，乌俄之战就变成另外一个重点。乌俄之战这个东西啊，其实美国现在很急的把这个战场上把它去抵消掉。就是说他要赶快结束把到乌克兰战场上面就止战了我就不给你钱，那我也不用负什么道德义务，你就停了，让我有心情去做其他事情。什么事情呢？一方面是委内瑞拉，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中国之间的一些对抗美国必须要抽出手来去做。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那美国也没钱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美国也没钱了。1月的时候，他们还要再去准备是政府要不要再关门那次关门已经过了新年了。那么又要面临开春了，它会不会停得更久？那这个谁也不知道，加上明年有期中选举，那么你把战场继续维持下去，那川普他自己说我上台之后，那么这个战争就1天之内结束。那你知道期中选举了，你还没结束，你怎么能看呢？就川普现在急着要结束战场，第一是美国真的没钱了第二个就是他的选举支票你得要兑现他要得到这个大家对和平的肯定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他一定要让乌克兰的战场能够停止，所以他们做了一个20多条、28条吧，那所谓的一些停火方案。那大体上就是要把哈顿巴斯地区跟克里米亚确定要割给俄罗斯确定割给俄罗斯。那这个事情对俄罗斯来讲有没有好处呢？其实不够全面其实俄罗斯他一定是乐于接受被他们割出来的土地但是他一定是不会只有到这个地方。要已经更多，因为他已经得到更多了，比如说红军城，那几乎都打下来了，对不对？他只是围点打援，就让你不断的运补，不断的抵抗，让你消耗你的战力而已。他的确也消耗成功了。那第二个美国提出的方案，当然就是说把乌克兰的军队削减1半。那削减1半，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了。为什么？因为乌克兰没有什么军队了，你削减1半，你大国家，你10万个军队削减1半是5万个人。那个乌克兰如果他剩下几万的军队，削减1半，你也不过还是几万个人。那你们削减也是没有用，但是呢，就是感觉很不好，就是说我就变成像那个8国联军一样，打完之后我就玩完了，我是不是以后就没有翻身的空间了，对不对？那当然，我泽连斯基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如果他在这个地方退却了，如果他接受美国的方案，那么他一定死无葬身之地，他一定得把总统的位置交出来，因为他一定选不上嘛，对不对？那一定得把总统位置交出来，那么他一定会进牢。不然就是直接被枪毙，不然就被暗杀。你要跑没得跑。他身边人很多人都已经传出来，都几十亿美元都捞那你现在怎么办呢？你这个战争结束他怎么办那个没办法，那不得不打下去。就像东北张作霖也是一样，战争能结束吗？不能结束，反正我就守着，我就耗死你，我就耗着你日本人，我也耗着你国民党，对不对？我就耗着，反正各方面都在耗，那我就独自强大。谁知道呢？就被一场炸弹炸到他铁路，不然张作霖他可能就变成那个中华民国总统之一了。因为他的建设实力是很好的虽然是老粗但是他整个建设、防御跟经营的手段是非常高明的可惜张学良就没有学到嘛，对不对？张学良就没有学到就只是少帅就是长得帅之外，
也没什么屁用啊。说真的，张学良也是没什么屁用。共产党很欢迎他，因为他就可以把蒋中正抓起来嘛。除了这个之外啊，其实张学良是没什么屁用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呢，那个乌克兰必须放弃加入北约。那如果这个事情同意了，那请问一下，这4年战争打了等于没打一样，你打不打一场期末吗？我打这场战争就是为了就是因为俄罗斯他觉得你不可以加入北约，但是你硬要加入北约，那我只好去动手了，对不对？我就让你听话一下。那结果现在到最后呢，我不能打完了啊，我轮上疆土了，然后呢，我要裁军了，然后呢，我还得下台，然后呢，我的军队少一半，我还不能够加入北约。那写到条文里面了，那条文对谁？那条文对了，那就变成你要对欧洲跟世界上你要展现这个条约，就是说我跟他停火之后，联合国作证，我就是怎样，就是这样，我就再以后不加入北约了。那你这个签下去之后，你未来几十年你没有这个机会了，就没有这个机会。那乌克兰不是白拿一水吗？我损兵折将，丧权辱国，然后呢，我啥都没得到，不跟大清政府一样嘛，我啥都没得到，对不对？什么都没有，那你能够还原旧都吗？你没办法，你就只能在这个地方去做了。那乌克兰这个状况，他当然是说他不愿意同意，但是可以就是他们提出他们自己的版本。那俄罗斯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可以再谈啊。这个美国提出来这个要求我同意就是顿巴斯地区克里米亚属于我。那以这个基础上面，我觉得可以谈，意思就是我在这个基础保有状况之下，我还可以跟你争取更多。谈判就是这样嘛。我有这个基础之下，我有顿巴斯，我有克里米亚啊，完完全全属于我国家的产物的一些土地。然后我还要更多，这是谈嘛？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可以接受，就是说我后面扎波罗热会不会是他的，赫尔松是不会他的，那这个就很难讲了，好吧？这个就很难讲了。所以在普京来讲，他说他直接表示可能可以作为最终和平解决方案的基础，为了去注意基础这2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说在这个模式状况之下，美国虽然提出来了，但是没有人会同意他。除了普京之外，没有人同意他，包含了什么？包含波兰也不同意。因为波兰觉得这样状况之下，不是等于说你打哪里算哪里，那接下来打到我这边，那我不是又变成那个苏联合众国之间的一员了吗？那我不是白拿黑水的，我也没拿到好处，我把钱也给他了，对不对？那资源也给他了，然后到最后乌克兰投降了，然后呢，我啥也没拿到，那我他妈白拿一水，是不是？那我不是怎样？我不是很糟糕吗？说波兰也不同意，那么其他国家也不同意，所以在整个氛围状况之下，美国急于结束战争，但是其他人不想打一场我没有回报的战争。战争结算必须要所有跟你一起打仗的人，我都能够分到一杯羹。比如说比利时，对，8国联军比利时啊，他没有打到中国来，但是他可以收到战败赔偿，对不对？他可以收到战败赔偿，为什么？因为他参与战争，但是我兵没到，来不及打，你他妈中国投降了，那我当然就还是要拿我的好处啊，是不是？他们把钱拿去盖大车站嘛，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其他国家拿不到好处，你就只有俄罗斯拿到好处，就只有美国军火商拿到好处。那其他人，我把钱给乌克兰，货给乌克兰，然后我什么都没捞到，我不同意。这就是在这个状况。所以之前德国一直说他们集结军队，准备去抢一些东西了，是不是？但是问题就在于日本你也搞事了。现在各位，你没有什么听到德国他要去集结他们的士兵，然后要往乌克兰开过去啊？就算有，他也不敢讲话了。为什么？因为日本他要说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那就大家想到日本你想搞战争，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欧洲的德国也开始进兵了，大家想，靠，你们2个怎么样手牵手，是不是？那意大利什么时候出来呀？对不对？意大利什么时候出来啊？举起你的法西斯，然后你是不是要开始出来啊？那大家二战的状况你还能够接受吗？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德国最近异常的安静到觉得是说他这是一个沉睡的小绵羊，就很简单，因为他现在讲话就让日本的这个问题啊，就到他身上。德国跟日本都是造成了几千万人上升的重大元凶嘛，对不对？落榜的美术生是不是造成重大的元凶？那德国就只能安静所以说这个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很多事情就不是我们这么单方面去看的说一方面一码事是归一码事，那单方面是单方面的事情，没有，大家牵连到都是在一起。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所谓的中东战场，基本上它在10月之后天地双解之后基本上它就没有什么新的动作了。是为什么呢？因为世界这个局势已经对于以色列已经非常的不满意了，因为他的人道危机还有滥杀无辜这个事情那其他国家就不愿意去帮助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它可以一意孤行我可以想办法打下去，打到我自己打不动为止那问题还是在于真主党胡塞组织、埃及，还有叙利亚，还有伊朗，他们也不同意。等于说他现在以一个小国家的体量，他支撑不了多久。所以我们之前也跟各位去讲过，这个所谓的这个以色列打仗他必须后面有体量，
体量就是你的国家能够持续的产出人力，持续的给你粮饷，持续的给你弹药，那么你这个战争才能往前推。但是很遗憾的，以色列没有，因为伊朗国土之大，大到你无法想象。你有本事把伊朗给灭了吗？没有，因为伊朗跟你打仗是不要命的。我们的这个伊朗是花剌子模嘛，对不对？波斯大帝国是不是？我他妈跟你打仗是不要命的，那你要来打我们就来打，反正我现在有核武，你也有核武，不然我们玩玩看谁先玩得快一点，是不是？很多东西不是他们的一个什么大卫投石啊，或他们的一个铁球都可以防御的，并没有这些可以防御的啊。所以说我们要去理解，就是说中东战局它陷入僵局，那也是因为领导人的脸面他挂不下。那这个挂不下的东西还会再持续几个月，你得到赤马营的时候，这些挂不下脸的人，他要么就去最后的负隅顽抗一下。要不然他就只能销声匿迹，被这些大国给磨死哦。对伊朗来讲，对伊朗跟以色列来讲，这两个地方谁大谁小，其实很明白。以色列有的只有他们自己的民族骄傲，还有他们的金融权力。但是你要说到国土的体量、面积，还有蓄载能力，伊朗是遥遥领先。我们要找伊朗是遥遥领先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整个世界陷入到一个各方面的一个纠结里面。在这些纠结的时候，我们自己，尤其是我们这些百姓，活得会异常的艰难，好吧？所以最后一个东西啊，我们就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在现在啊，此时此刻啊，我们一直在去讨论这个国际局势跟世界变化，但是我还是要讲对各位是有帮助的一个事情。无论你是谁啊，比如我举个例子，老师有个贵客跟老师大概已经10几年了。他也在这一次的矽谷大裁员范围之内。他今年43岁，他20快30的时候就跟老师去做咨询了。今年43岁遇到了大裁员，矽谷大裁员，因为裁员10万人嘛，那美国的矽谷没那么多人，裁10万人就很多了。他就在裁员范围之内，裁员范围之内，他怎么办呢？当然很正常，因为他开始做他自己的短视频，然后想办法呢去看那些做一些留学生意或做其他的生意。加上他自己有家底，毕竟他是华人嘛，所以华人在任何状况都会有些储蓄。那他房子也是自己的房子没贷款，这是优势嘛。那他矽谷做工作，说他在最赚钱的时候拿那些股权什么东西的，反正他讲什么我听不懂了。他自己挣了几百万美元，然后就把房子也付清了。然后呢，他自己在台湾、在中国也都有房地产。他有没有事？他没事。记得他没事，因为他有家底，他有存款，他消除了负债，所以他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问题是他小孩，小孩该怎么办？他觉得这个老师咨询就是他小孩的问题，那这个是后话。但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你矽谷都裁员这个事情，我们就要必须去理解矽谷裁员的原因是什么。他是因为这些人技术跟不上吗？因为他40几岁年纪跟不上，没有20几岁一样裁你，而是什么？而是 AI 它已经在取代矽谷本身自己了。各位在最近有关心 AI 的，就是有听到所谓的一个 Gemini 3。据说它可以很厉害的去帮你做网站等等之类的，还有写小程式。这个事情都已经发生。它能不能取代人类？可以，因为有一些基础的程序员、基础的工程师，他做一样的东西是可以的。但是 Gemini 它可能用5分钟做的事情，你程序员你需要1个礼拜，3天到1个礼拜你是需要的。因为你要吃饭，你要喝酒，你要打老婆，你要骂孩子，对不对？你没办法，那你一定得花时间。Gemini 不用。他半个小时给你做出来，甚至是最晚1个小时也帮你搞完了，但是他不用那么久了，因为他的资源没办法那么好花。他既然在5分钟之内把你搞出来，那你至少人你得花2、3天的时间。所以说矽谷为什么会裁员？裁员的原因是什么呢？裁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需要这些程序员，因为有 AI 可以取代他们。如果当上游科技的上游已经产生了，他们开始自挂东南枝了，开始去削减他们自己一些不必要开支了，那么你就要去知道。整个世界的经济就已经会从矽谷这个动作里面，我们就可以很看清楚了，就是你读再多书，如果你没有对于社会上的认知，你只有完蛋一途，你就完蛋一途。你不要跟我讲我是什么98211，我是什么哈佛什么地方出来的，我现在很明白的告诉你，没用，2个字，没用，真没用。你哈佛出来的，你会比 ChatGPT 聪明吗？ChatGPT 能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它的大部分是语言模型。那像 Gemini 这种，它是一个泛用的一个 AI 的时候，甚至各位你可以看今年的春晚，过去丢手绢，老师在这边跟各位讲，这个就是震撼人心。
今年我告诉你，他能够做的事情已经吓死人了。我都要觉得是说，未来我要去准备买一些什么，当我老的时候没办法走的时候，我就买个外骨骼，我还可以健步如飞。对，一拆到外骨骼，那我寸步难行，对不对？这个事情是有的，也包含中国它现在解放军，他们对山区这些需要长途跋涉的步兵，他们也佩戴外骨骼。你告诉我，日本有办法佩戴吗？日本有这个产品啊，那你有办法佩戴吗？没办法，因为没办法泛军用化，中国可以。所以说，当整个世界的经济产生质变的时候，你认为你可以得到考很高分，你考了很好的学校，我是名校出来的，我精通各种样的一些语言，精通程式编码，精通商务法律，精通任何东西，我告诉你，完蛋2个字就完蛋，你没有办法去挣扎的。各位，我写流年，这次我跟各位流年，为什么我努力了快1年？因为我知道我的不足，我的智慧没有办法那么高，我算了一半，我可能有些东西忘了看。八字自己有怎么样呢？就年月日时，就这么简单，4柱8个字这么简单吗？没有，你还有流年大运、神煞纳音、12长生，是不是？这么东西再去考虑，它会有一些变化。这么有局限范围的命理，我都会漏掉一些没讲完。那么更何况是什么？更何况其他东西呢？所以我写了一个程式，我用 AI 帮助我写一个程式，但是我不是本科，所以我花了1年时间不断改版，改版完了之后，又发现有问题，又需要也可以加进去，所以我现在这次流年可以写得很好，各位可以放心的去购买我的流年，原因就是它可以督促我把它写得更好。那我是不是等于的我手下有好几个老师，本来可以去提醒我这些助理，或是这一些所谓的一些手下的这些特助学生，那他们不用帮我看了，对不对？他们也不用帮我去提醒我什么了。我这边就有写个程式，直接用视觉来告诉我，你这个地方写错了，你这个没有算出来，标出红字，你什么地方你还没有批到，是不是？那我本来需要请人请助理，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现在精力不够，我真的有打算请过助理，请过一些学生或助理来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嘿嘿哈哈嘿嘿哈哈好了。要不有没有恢复哈？我现在电脑还没恢复所以我看不到各位哈，但是声音应该是恢复了哈。不好意思，那个今天真的是水逆吧？金老师说我水逆，我不知道是不是水逆，可能是水逆吧，好不好？所以说我们还是把它先把它讲完，我们刚才讲过的东西哈。平台封建没有被限流了，好不好？没有被限流，我不知道为什么电脑产生宕机了，好不好？这个没有，这个不是其他问题，应该是我自己系统上的问题，好不好？所以说我们现在讲到刚才就是说呢，所有东西你都被 AI 去做取代，你能够不能被取代的东西它就是信任2个字。信任什么？有些事情你必须人去做，比如说呢，你今天任何人我就简单一点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去DeepSeek算命，都可以去 GPT 算命，你相信他吗？就这么简单，你相信他吗？会相信代表说你事情不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重要的事情你不会相信，对不对？就像一个笑话是什么呢？就是有病有病去问搜寻引擎，出来都是癌症。出来是癌症，对不对？那大家都会觉得你是网络搜寻，但是你没有办法得到信任。所以说未来的经济状况不会有人去问在你是说你是不是985，是不是211，你是不是顶尖学府，还是你是野鸡大学？对于所有人来讲，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你能够做的事情不可能做的比 AI 好。你需要能够智慧去办这事情，基本上你很难做的比 AI 好，因为 AI 在今年的春晚就会告诉你中国能够做到什么东西。你不要说南天门里面会有机器人飞出来，这些事情都是会必然成真的事情。都是会成真的事情。那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在于你怎么样在这个新社会生存下去，是不是？你能够会什么东西？你就说老师，那你可以教 AI， 我会教你 AI， 那是没有问题，好不好？我会教你 AI， 那是没有问题，那是绝对是可以的。那这狗也时间有在忙了。那金老师也在刚忙完一段时间我们还在处理课程。但重要的事情不是你学不学 AI，AI 是你随时随地可以去学的，因为很多人在教，你只要愿意去跟 AI 对话，你都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AI 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是说，你要在这个社会活下去，不是你只有你死会 AI， 你只是让你自己的工作有这个竞争力，就是用 AI。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能不能够去服务直接的活人？我告诉你，就算今天那个什么机器人可以靠泡咖啡，我告诉你，我还是喜欢喝人泡的。我去咖啡店，我就要喝人泡的，我他妈为什么要机器泡？我喝机器泡的那个东西，那我不会自己泡就是我出去我溢价消费，我就是为有人来服务我嘛，这是很明白的事情。溢价消费就这个状况比如说我带小孩子去游乐园，对不对？像是我们去上海哪里地方忘记在哪里了，对不对？我要去吃那个棉花糖，那机器人做棉花糖，我就买，为什么？我就买一个，那个是因为有趣，就我会不会花很多次？不会，我不会持续消费。
因为它很贵啊。第二个就是有趣，然后大家看那个机器人怎么去玩那个棉花糖，对，那可以，但是实际上我要消费，我找老头子买棉花糖可以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说，你进入未来的新经济时代，不只是你会不会用 AI，而是你可不可以服务真人，对不对？你可以服务真人，你才能够去在你身上去活。比如说吧，像7年前我这样做 YouTube 的时候，我家的老头告诉我是说，现在都有人家人工语音的，然后就做这个节目了。你现在做 YouTube 不就晚了吗？谁要看你呀？我告诉你，做那些用假人去做的、纯画面去做的，他们都倒了。我说他们都完蛋了，留下来是我，有各位支持。那各位为什么会相信我？为什么愿意支持我？因为我本人在这个地方嘛。你在现在看到跟你本身在现场看到都是这样的我，对不对？我不是假的，我不戴口罩，不戴面具，我就是我，我站在这边，我就会对你负责。所以说我们彼此之间会有信任，我们彼此之间就有信任，对不对？所以说我活下来的是因为我真人，还有其他老师也是一样。为什么可以在这个混沌的社会活下来？为什么你不会被 DeepSeek 取代，不会被ChatGPT 取代？当然，因为他们算命还不行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在这个地方，你有事找我，我在地方，所以我提供了信任的价值、情绪的价值，这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那么你的就是要懂什么社会性技能啊？不要说老师又讲这个烦死了，我告诉你，这是救你的命，这是救你的命。你开便利商店，你可能被自动贩卖机取代，但是你如果是做剪头发的，你家不会把他的脑袋交给一个机器去剪，他怕。机器一故障把脑袋插下去，对不对？是他怕，因为机器人刮胡子不可能，他得给那个老师傅去刮，他得自己想办法去刮，他不会去给机器人刮，是不是？机器人可以做看护，可不可以？可以，因为看护那个是一个动作需要慢、需要精准、慢慢来的东西，但是老人家能不能接受？老人家也是不能接受。我要用家来，要找我媳妇来，叫我晚辈来伺候我，对不对？那是情绪价值，但我支配权利，我支配一个机器人，我就没这个情绪。懂老师意思吗？未来我们要面对到的，而且是从今年开始，你要面对到就是什么信任经济。你不是一个人，你可以服务到另外一个人，你就没有信任经济。在昨天我看到有一个抖音上有个段子是说，有一个他们号称985的一个高管硕士，他被裁员了。他说他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会去跑外卖，我宁愿饿死，我都不要跑外卖。这样子的人怎么样？成功了，为什么？因为他用他的人来告诉你，我不接受，所以说你讲什么都没用。他有流量经济，他说不靠人那是对的，不去跑外卖，情绪价值什么都有了，是不是？骂他也好，不骂他也好，黑粉也好，红粉也好，他是不是有流量了？流量是什么？我人去看的。那你说老师 AI 的就没人看吗 ？AI 不是都很多流量吗？流量不会变现啊，流量干嘛？不会变现啊，人家会跟你买东西，不是因为你东西好，那是因为你在卖，这么简单的事情吧？对，各懂老师意思吗？就像怎么样呢？我昨天跟金老师去吃那个火锅，他昨天很辛苦，我带他去吃火锅。我们两个加上一个小朋友，我们两个吃了2000块。那2000块，我们去吃这个火锅，实际上的材料费用才多少？不到700块钱。我们感觉我们吃很多，但实际上不到700块钱。那我花2000块，为什么？我吃的是别人动手煮的，因为我们都累了，所以说就别人动手煮，我吃这个环境，我吃你给我服务，我吃你肉帮我切好，所以我溢价消费是什么？你要有人。那我去是机器人出餐，我去不去？我不去，我帮我回家自己切，对不对？那时候我就回家自己切。所以说消费在哪里？就是你有这个价值，我对你是信任的，我对你是有感觉的，那这样的经济是未来的趋势，而不是所谓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就是裁员经济，你不可逆，你无论再怎么想，它都是不可逆的。中国有大聪明就说，我们应该废掉直播，全部改到实体经济去售货。对不对？这样的人可以当中国的学问，我也觉得是对的，是不是？但说归说，没人听他的，对不对？他说街边经济才是中国过去的烟火味嘛，他活在过去，他认为我只要靠过去的方法去做，这个世界是最好的，是不是？那世界是最好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要回到小时候，小时候都最好，哪怕穷一点，小时候也都最好的。为什么？因为你不用负责，那父母在负责。你觉得岁月静好，那是因为父母在冒雨前行啊，是不是？那个是不一样的。你以为小时候的那些美好，其实都是父母扛着而已。你只是不用去负责而已，所以说就变成那是情感经济所以说你卖情怀卖什么东西都是一样，不要去迷信到是说 AI 它可以帮我们做什么事情，做我们经济越来越好，会来养我们。你尤其是现在你有这个智慧来看到老师的一个年龄层是固定的，你不会10岁15岁，你都是25岁以上的人居多，那甚至还有一些人8、90岁的这老前辈，感谢你们观赏，是不是？你就变成是说你能够去了解的就是信任经济。除了信任经济之外，未来你要去用什么高科技去进行去
去做竞争，你都没办法。你说我就是白领阶级，白领等于无领，第一个取代就是白领，蓝领能不能取代？蓝领也可以取代，因为现在连刮那个刮腻子、刮那个石灰都可以用机器去刮了，未来机器人去刮就可以了。蓝领、白领都会完蛋，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无领。无领是什么？我为你服务，我为你服务，就是无领。我就是用技术给你服务，用情感给你服务，用各种方法给你服务，那才是我们的趋势，好吗？各位你要去理解，我们现在面对到的世界，那是一个新智慧经济时代。新的智慧经济时代是什么？由智慧来取代我们人类过去你可以从事的任何职业的时代。唯有你可以帮人服务的，我煮面跟机器人煮面，你看，我告诉你，同时开，机器人那边会有人，但是不多。人老师傅去煮的面，他就有一个煮什么？煮一个人情味，煮一个人情味。他说啊，除非他这个你一碗面10块钱，他一个面就2块钱，大家会不会去吃它了？会。泡面跟米其林都有不同的去吃，那你为什么不吃泡面呢？你干嘛去米其林那边呢？因为是人大厨在做的溢价消费，懂我老师意思吗？这个议题啊，我们一直讲，但是各位你一定要放在心上，好吗？所以说今天即使刚刚断掉了，我一定要回来跟各位去讲，把这个讲完我才放心，好吧？那最后还是做工商啊，我们的那个流年啊，虽然那个页面很阳春，就文字跟你说明，但是呢，仅个无脑报，你不用去想太多了，你就报，这次报对你来说是长期都会有帮助的。老师敢跟你讲这件事情，就是我有所本啊。如果你相信我，你这次赶快去报这个名啊，把这个流年报了。那我们交案的时间呢？都会从12月5号开始交案，会早不会晚，不可能迟到，不会迟到，因为我有一个小助手在帮我了，不会迟到。你只要报名，12月5号开始，只会提早交给你，但是不会晚过12月5号交给你。而且这现在报名的，以后我会送你福利，但是我现在什么我不能说，对你绝对有帮助。我在自掘坟墓中啊，因为这些福利给你啊，对你是长期的帮助。对我来讲，我就失去了未来的收入。但是我只有一个理念，我只希望把我的功夫跟所有的一切更加的拓展出去，长期的拓展出去，让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人，在暗夜中我不知何去何从的人，我拥有了一切，但是我好像怎么没有的人，我要你知道，我的师父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